大家好，天堂紀念版昨天6月4號更新歐瑞版本，大家有去嘗試雪碧、要塞跟艾爾摩戰場嗎？昨天直播跟今天早上我去嘗試了歐瑞地區練等。艾爾摩戰場呢，對於我沒有撐魔防36級的妖精，物防62，魔防12%，打士兵跟將軍其實壓力沒有很大，但是艾爾摩法師的壓力就非常的大。法師只要2隻以上呢，基本上那個水啊就跟開水龍頭一樣。喝個不停啊！主要是艾爾摩戰場有寶物的，就是將軍跟法師，不可能放過任何一個法師嘛。而且在歐瑞練等，千萬別用瞬移，因為你不知道會不會瞬移就出現在一堆法師的中間，一個瞬移直接一堆兵追射過來，不小心倒地都是很有可能的。不過艾爾摩戰場，我目前自己練的感覺啊，怪物掉落金幣的數量不會太高。雜物出現的幾率也不高，像是法丘啊，還有巫術魔法杖這些。總之呢，目前在艾爾摩戰場練等的感覺啊，就是必須要組隊，而且至少要2到3個人的小隊，才有办法瞬間消化暴走的怪物數量。然後我也去查一下韩服玩家的體驗啊。這篇韓服玩家的體驗心得啊，他說艾爾摩戰場是30級以上玩家練等的地區，但要注意艾爾摩法師。艾爾摩法師如果出現3、4隻的情況，很有可能不小心就被打倒地了。另外呢，艾爾摩將軍的血量不低，所以打一隻將軍需要耗費的時間不少，導致很有可能在打將軍的同時啊，有其他的怪物出現，導致怪物堆積的情況。白話一點呢，就是將軍出現會導致打怪的效率降低，進而造成自己被怪物圍毆的情況。雖然艾爾摩士兵跟將軍都會掉落湧水，但幾率不高。如果為了湧水來這邊打，不切實際。但是如果你是來這邊打夢想的，像是完全治癒術跟祝福魔法武器，或是騎士的技能沖暈等等，還是可以的。因為這邊的怪物數量不少，以怪物數量拼幾率還是有一線希望的。接着就是要塞跟雪碧的部分，這個地區的怪物血量很厚，像是鋼鐵高輪、雪怪、冰人、冰石高輪，還有老虎。大家第一直覺都會覺得鋼鐵高輪很難打，但是我自己打過之後啊，有點意外。鋼鐵高輪並不是這邊最難打的，反而是冰石高輪跟雪怪才是最難打的。而且這2隻怪物不知道為什麼打起來似乎有一種引怪的效應，就是打到一半呢，會有其他的怪物跑出來，像是有可能雪怪打到一半啊，就跑出1隻老虎、2隻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或者是1隻雪怪、2隻雪怪，導致被怪物圍毆或者是被追的情況。鋼鐵高輪的血量並沒有想象中的多，而且在我防負62的情況下，並沒有很容易被鋼鐵高輪打到。然後這邊的怪物呢，金幣數量其實蠻多的，很容易就會超過200以上的金幣，而且基本上都會破百。雖然怪物血量不低，但是移動速度緩慢，而且都是物理攻擊的。相比艾爾摩戰場，其實這邊好打不少。韓服玩家也剛好有這個地區的體驗心得，也分享給大家看看。他說，在要塞雪碧進行狩獵的時候啊，安定值裝備可能已經不夠了，要過1以上的裝備才會比較適合。然後他說他是騎士玩家，他建議要等級35以上才比較適合在這邊打。然後他建議佩戴大馬刀跟隱藏劍，主要是鋼鐵高輪會壞刀，所以必須用大馬刀來砍。佩戴隱藏劍的原因呢，是這邊的怪物都是屬於大型之怪之外啊，還有機會出現艾爾摩系列的怪物，雖然數量很少，但是有機會出現。因為艾爾摩系列的怪物啊都是不死系的，所以佩戴隱藏劍來打是比較方便。然後他說，騎士的角度來看啊，雪碧跟要塞並不適合騎士練等。雖然怪物的金幣數量不低，但是怪物的血量高，打得久，騎士必須貼着打，所以喝水自然也喝得不少。他建議騎士玩家如果要在歐瑞生活的話呢，還是要到艾爾摩戰場會比較適合，但是必須佩戴抗魔裝備。最後就是哈士奇啊，目前練起來命中跟傷害呢比狼還要高，因為我經典版只有練過狼，所以我只能拿狼來做比較。然後血量的部分啊，大約是狼的 1.8 倍到2倍。13級的哈士奇血量就有差不多115到125之間。就跟我練到22級的狼血量差不多，也因為哈士奇的血量很高，所以在練的時候壓力其實就沒有像之前帶什麼杜賓狗啊，或者是帶狼的那個壓力有這麼大。
不過呢，現在遊戲環境啊，對於練寵物的玩家還是非常的不友善啊。所以我是覺得啊，目前大概到20級之前啊，哈士奇的活動地區大概都是在墮落練等。畢竟如果要帶去可以跟主人一起練等的地方，雖然哈士奇的血量是有的，但打不太到怪，帶出去依然會是個累贅。還有就是哈士奇的移動速度確實非常的緩慢，依然還是得給他們綠水提升移動速度。如果妖精有小風之頭盔就好了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，感謝大家觀看。大家對於歐瑞更新體驗之後有什麼心得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哦。幹，煩死了！我要來測試一下，到底能不能打得到哦。跑過來要打我的，要來炸我的狗。我干，好痛哦！我換個武器。哦，干，差點被那魔法師丟死，靠北！哇靠！